在美国一步步的紧逼下，俄罗斯红线变底线，美国也在踩我们的红线，中国会重蹈俄罗斯覆辙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近日，美国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参加新闻访谈时，谈到美国是否还要越过俄方所画的诸多红线的问题。他表示，美国不希望当前这场俄乌冲突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但仍然持续支持乌克兰。美俄一旦发生冲突，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这是肯定的。双方都知道这底线不能碰。那么，美国一次次打破俄罗斯的红线是什么意思呢？俄乌冲突发展到今天，美国已经越过了很多次俄罗斯的红线。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是一条红线，增加北约在欧洲的军力是一条红线，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和坦克也是一条红线。现在美国每一条都踩过了，普京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。德国一家著名的报纸最近刊登了一篇嘲讽的文章，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红线已经失去了信心。普京曾经说过，任何国家如果给乌克兰提供军火，就是和俄罗斯对着干。然后这条红线被打破了，普京又退了一步，说不能给乌克兰杀伤力大的武器，结果就是西方提供的包括豹二坦克等各种武器将用到俄罗斯身上。可以说，这是俄罗斯纵容让美国一步步靠近的底线。如今俄罗斯只能把红线的范围一再缩小，不会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反抗。近年来，俄美关系持续恶化，美国将此归咎于俄罗斯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，破坏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。美国对此不能容忍，在政治上予以谴责，在经济上施加制裁，军事上发出威胁。俄罗斯则认为美国长期固守冷战思维，视俄罗斯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通过颜色革命搞乱俄罗斯的西部最大邻居乌克兰，动员北约加快东扩的步伐。这些举动缩小了对俄罗斯的保卫圈，阻止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，恶化了俄罗斯的外部环境。双方看似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实则俄罗斯节节败退。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条底线之下，俄罗斯还能退到哪里？是现在美国想要知道的。可以说，普京的一时仁慈让俄罗斯红线一步一步变成了底线，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无独有偶，作为除俄罗斯外的又一对手，美国也在不断逼近中国核心利益红线。在未来台海问题上，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。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促成台湾和平独立，次要目标是维持台海不通不独的现状，第三大目标是阻止大陆武装解决台湾问题。介入的方式不外乎是军事手段、外交手段和经济援助等手段。军事手段有军售、围堵、威胁、协同作战；外交手段包括协调与谈判；经济援助则是通过提供或者控制独家援助来影响台湾决策。威慑升级将是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重要切入点。对于台海危机，美国显然准备了不同的预案，这些预案包括在关键时刻脱离或更深介入的措施，具体表现为表面上抑制台湾的台独走向，但背地里加大针对台海危机的武力部署，通过具有实战意义的武力部署阻止中国大陆用兵的可能。台湾是美国部署亚太战略的重要部分，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沿海锁链的一节。美国如果丧失台湾这一环，将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改变。如果台湾出现问题，美韩同盟的可能性也会受到影响。一旦朝鲜统一，哪怕是以南方为主的统一，美国也很难维持其军事存在。美日同盟将失去扇形的支撑，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可能要瓦解。对美国来说，在台海问题上，美国的政策出发点就是自身利益，因此美国绝不可能成为两岸之间的调停者，甚至还会更进一步。和俄罗斯不同，中国在台海等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会退让，也不可能退让。回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4次台海危机，解放军和政府的坚决态度都传递给外界一个信号：任何国家、任何势力
任何人只要是侵犯我国的领土，抱着分裂台湾的目的，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。对于美国这种不断踩踏红线的做法，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坚决，不然最后只能像俄罗斯一样身不由己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